所以找到一个可以帮助睡眠的方法，就是静坐，把他多年的睡眠问题，或者是身体哩哩扣扣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竟然一并解决啊！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贵宾哈，柴智屏小姐。那柴小姐可能很多年轻人一辈哈，这个有眼不识泰山，她是早期哈非常有名的算经纪人哈。早期我们 F4 就是由你带领，有2代 F4 那我们今天不是来谈那个影艺界的新闻哈，因为影艺新闻方医师也不太懂。我跟柴姐这个聊了一些关于养生的事情，那我非常的惊讶，她对于这个养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很大的见解这样子。那我要赶快把她的这个人生奋斗的过程呢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主题啊。早期呢，演艺界的生活应该很紧凑，然后造成一些失眠的一些问题吧。有啊，以前我都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影剧圈应该是一个神经病聚集的地方。因为我们刚进影剧圈的时候就发现，哇，每个人都抽烟，每个人都喜欢吃麻辣锅，然后每个人都喜欢喝酒，还有熬夜，男生还要吃槟榔，有的女生也吃，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坏习惯，都在影剧圈。简直就是一些艺人嘛，异常的人。对啦，但我觉得明星有些是很自爱的。我是说幕后的工作人员、附近的常常都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有一句话说什么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畜生用啊。所以里面像动物一样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是这样子的生活形态，压力会很大。那你有没有被影响？我当然被影响。你是属于那里面的比较乱的，还是不乱的？这么说，我是一个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秩序，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违法的不做，不违法的就做。比方说抽烟，是一定跟着大家抽的。但是如果跟小鲜肉吃晚餐的事情，你是不做的。帅哥一定要去跟他吃饭呢。是。那平常有失眠的问题吗？以前从来没有。以前在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困的时候，在华视摄影棚的衣柜有没有？这么小的衣柜，躲进去也可以睡得着。那后来到底有没有发展出失眠的问题？从失眠应该就是开始，就是从当老板开始。就是当你开始要管理一个公司，你就发现天哪，不是做节目那么简单，跟几个人抽烟，对，然后聊聊天，想出一些 idea， 然后把它做出来就可以了。是。但是当老板以后，我就正式开始失眠，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想，连晚上睡觉前也开始在想。因为我完全不理解什么叫做合约，我也看不懂财务报表，是。可是你却要扛负整个公司的各式各样的责任。OK， 对。所以心理负担很大，就影响到你的睡眠。那时候经过那几年的失眠，你是使用安眠药吗？我刚开始当然不会想吃安眠药，就是反正到了天亮就睡着，有时候写剧本写到天亮。后来是发现开始睡不着了，自然而然就会说，朋友就会说，睡不着睡不着就买个安眠药来吃。所以那时候就一直使用安眠药，最多吃到几颗安眠药啊？我印象中先从半颗开始吃，然后1颗。最严重的时候，因为我吃了6年，6年的中间最严重的大概有吃到3颗。3颗是很累很困，一直打哈欠，然后一直流眼泪，可是还是睡不着，因为脑子里面还装着前面写剧本里面的剧情，就停不下来了，对不对？所以就好像火车进站那个冲力太大，停不下来。安眠药3颗有帮你关掉吗？吃到3颗的时候是真的整个就昏迷了，然后醒来的时候还在昏迷，是这样子对，所以你还在精神在恍惚的状态里面。要么就是药效不够，要么就是吃到昏迷这样子。但我现在完全不鼓励安眠药，因为安眠药其实是用药物，然后强制你自己的神经要关机啊，它没有你自己的秩序。那为什么有这么大决心说要把你安眠药停掉？人都是这样，人是惯性的动物。对，你吃安眠药吃习惯了，你就会觉得你不吃安眠药，你就是睡不着。是，它就算是一个仪式感，就算家人把它偷偷换成维他命 C，我都不知道。我说不定我吃了维他命 C，我还是会觉得那就是安眠药，有可能有帮助这样。对，所以那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你的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找到其他的方法来取代你的安眠药。我是因为生病，我在2007、8年开始，我就严重的生各式各样的病，有什么肠胃的问题、呼吸气道的问题、气喘，然后免疫系统、荨麻疹，然后包括女性的那个子宫肌腺症等等等等等等的。那时候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医生，
而且是看不同的医生。所以那时候看了好多医生，吃了很多药，对，整个身体都乱七八糟的。那重点是我还没办法吃药，因为我胃不好，所以吃了药还会胃痛。所以你后来想了一些釜底抽薪的办法，是不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嘛，就比方你后来发现3餐饭后要吃药，但是如果有6、7包，你要先从哪一包开始吃？然后吧，今天先吃这一包，那下一餐再吃另外一包，好像这样也没有药效啊。那有一天就火大，就把6、7包全部丢到垃圾桶去。了解，因为你每个器官只要开个3、4颗药，你就变成10几种药在吃了，那也很可怕。但是你怎么活过来的？我其实那时候有经历过很多事情，因为人都是这样嘛，你还是会有求生意志嘛。虽然那时候生那么多病，就觉得，那活在这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就算是你有一个公司，然后你有一些知名度、名气，然后你赚得到一点钱，可是那没有意义啊，因为你起床就是为了去治病，是哦，非常痛苦，所以就当然会有人会看到，朋友会看到说，我介绍你去哪里去看病，所以我那时候中医、西医，物理治疗、什么食疗，对，各式各样的治疗，我只要有听到的我都去。对，其实我去的过程当中，我通常都带着一种我很好奇，到底我的身体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走到这里，想要听医生的见解。对，但是医生80%都是问你说你怎么了，然后说哦胃食道逆流，然后好就开始跟你讲说不要早睡早起啦。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啊，不要吃辣呀，不要喝咖啡啊，然后就开完药就让你回去吃了嘛。那感觉上比较治那些症状而已的。甚至我有时候去照肠胃镜，结果照完以后，医生说哦，那个肠胃干净的不得了，竟然会胃不舒服，但是看不到，对，所以功能上有问题，然后结构上、实质上没有看到问题。结论是啊，我不是肠胃病，是神经病哦。就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啦，是这个意思。说的也是啊，对，然后后来呢，就说我开始就是慢慢的开始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治疗，从第一个开始记得是从食疗开始 ，OK， 然后我就去跟那个一个叫邱景林老师就开始食疗，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一些，先是讲一些不能吃的东西，简单来说，加工食品不能吃。那什么叫加工食品呢？就是你看不到食物原型的就不能吃。了解。那第一个。就是我每天早上都吃的面包就不能吃，因为不是圆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站在那个面包的橱窗门口，有没有？眼睛吃而已，嘴巴没有吃。哎，我也常这样啊，怀念面包的味道。后来就有一个因缘际会，然后就是有去一个修行的场所，然后就开始教我们静坐禅定。然后我刚开始进去就觉得说，我一进去脚一盘我就睡着了。上面的老师讲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你是坐着睡的？对，我就一直不停的在打瞌睡。老师讲的你都一直点头。没错，老师很喜欢，非常有道理的，非常重。老师讲的很好，这样。而且还会撞到隔壁的同学。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了这个静坐了。开始会觉得说，哦，静坐好像不错，对，蛮舒服的。至少可以睡着，马上。对，就好像我这样好像很好睡。是哈。那我大概静坐个3个月，突然就就不睡了，就醒了，就可以开始听一些佛理啊、佛经啊，然后就开始去理解佛经跟佛理。你那时候静坐一次是多久的时间？那时候前3个月你可以做多久？每天大概半个小时。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我静坐的第1个月，我不用吃安眠药我就睡着了。所以你找到一个可以帮助睡眠的方法，就是静坐。你坐下去就睡着了。对。可是有些人坐下去念头很多啊，心思繁杂，你不会吗？你白天也会很会想啊，睡觉也会想，为什么静坐的时候反而不会想？静坐其实一定会把白天的一些思绪、一些很深层的一些意念，它一定会跑出来，因为你这时候万籁俱寂。其实就只剩你一个人的感受嘛，那它一定会跑出来。可是那时候我们有被教一个方式，不管出现任何事情，它都是隔壁家的人的事，它不是你的事。你要有一个训练是，你现在所有出现的意念，或者是那些 OS， 都好像是别人家的邻居在吵架，然后你就要说，哦，这不是我的事，我要回来关注我自己。可是你刚刚那些念头本来是你自己的。那你把那念头客观化、中立化，说，这些事情是柴智屏小姐的事，不是我的事。
不是，它是隔壁家邻居的事，不是柴智屏的事，所以可以抽这么远这样子，就是抽离。总之那些念头出来，你把它解读成、认知成不干我的事，是隔壁的事，然后那些念头呢没有办法寄生，那你就睡着。对，然后慢慢的，就是把所有的放空嘛。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专注在自己嘛。对，所以专注在自己的意思是说，你就专注在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就是你找一个焦点，让心思有所依靠，不然的话你脑子可能会飘来飘去的，你就找一个焦点放着。所以这也是可以练专心的方法之一啊。你这30分钟里面念头来，你把它搁着，然后你再把你的念头、你的专心放在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就怎么心就安定下来了。那接下来之前3个月你是直接睡着。那后来是可以不用睡着，后来就是维持在一种很清净、很干净的状态，但是不是睡着的状态，没有比萨斜塔，没有没有，所以那种状态带来感觉就是得到那种舒畅感，没有做的人是不知道的。那其实今天柴姐提到的这个关键的方法就是靠静坐，把它多年的睡眠问题，或者是身体哩哩扣扣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竟然一并解决啊，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这非常关键的一种养生之道啊。它有时候还会解决的，就是你不会那么焦虑。了解。然后当你没有那么焦虑的时候，你碰到真正回到工作领域上面，你就会比较冷静，然后你会在一个很客观的态度上面去判断事物，脾气也会变得比较好，也会比较理智，然后好像也会把你的智慧再提高。所以这个心思如果用力用靠30分钟的静坐，以前是散乱的急躁的那心思散乱，身体也是乱的，所以自律神经失调，所以睡眠停不下来，就有靠30分钟的静坐来收敛练习如何安置自己的心思那这个是很神奇的方法。那我之前也很了解这个静坐的功力我提的是止跟观一开始就是止嘛，就强迫自己放慢一点，光是能够坐下来闭着眼睛，那再能够撑2分钟而已。那开始会有念头来呢，我是把它转换成图像那图像会看到那些你担心的事情的画面，而且是禁止语言不要出现那个自我内心的对话就是只有一个 picture，一个照片，一个影像画面，是这样吗？对，你关心的事情呢，有2种方法可以关心一个是嘴巴语言关心有时候你停下来，内心还是一直用语言在讲。那另外一种就是用看，那纯看不言语，那你要维持那个图像在心里面，那就是观。你那些语言就要收起来。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可以关注在一个画面里面，但是不要有 OS。对，你思考对不对？语言的算一套就听广播就听广播不要说把广播节目变成那个直播，就听广播就言语的。一个是纯影像就纯影像，不需要混在一起。因为比如说你看到你爸打你的画面，你就说我的童年好悲惨我怎么那么悲惨我完蛋了，我好痛苦那些都是言语。如果今天我们把焦点放在那个图像，就是我爸爸打我，然后一直看，然后呢？然后一直看，你看你被打，对不对？你本来你以前只看到你爸爸打你，是从你的眼睛看出去的。对，你看到说连你在里面，你都看到自己被打，就是有爸爸跟你，对，2个人在那个画面里面，你变一个像是一个观众或一个导演。对，你看到你自己被打，你也在那个画面里面，好像一个镜头放在上面，你爸爸跟你，那他打你，那你也在气，这一切禁止言语出现，禁止评论但是你内心还是可以强烈的情感的还是可以然后你猜这个画面这么激烈，这么痛苦，画面会维持多久？有些人是一辈子的，没有，会不会？你这时候一直看那个画面，就算给你看5分钟好，你也会觉得腻。你是用这种理论，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对一个我心里过意不去的事情，我用客观的角度不停的看它，看久了我就腻了，不能够有言语的。你如果加上评论，加上言语你整个气血攻心，吐出一口鲜血，那这样就没有用，是有害的。所以纯图像不言语，其实跟刚刚你说你自己在静坐的时候，当做别人的事，当做观自己，那也是一个办法。但是很多人在静坐的时候会出现一些
念头啊，常常都是不好的。有疗愈的静坐就是念头来的时候不用怕，就是你的题目的第一名的题目把它变成图像看到腻，然后这件事情就搁着了。那下次如果再来，再给他看到腻，这是一个积极的办法。今天从彩姐这边是听到静坐的帮助睡眠的事情。我常常说静坐是坐着睡觉的练习，睡觉是躺着的静坐，因为你静坐所用到的方法，刚刚提到的方法，它没有禁止你想。我说止观，它是用观来安抚你的那个念头所以你只要把静坐的功夫练好，好像大脑已经学会健身的办法，你大脑的肌肉就会长出来。然后这个方法你练习好了，你已经很会控制你的心智了。那关键2招就是禁止语言，然后变成图像。那这个观的能力，如果这样子练好了你睡觉就用同样的能力就好。所以你现在这一招，你看你心智收放自如嘛。平常我们没有在练习我们的心智那你每天愿意花你宝贵的30分钟去练习你的心智，就像每天上健身房，你30分钟，你每天学英文30分钟，你什么都变厉害了嘛。这倒是真的。我觉得人人生就是要不停的练习锻炼，这是真的，不管是肌肉、心智进化。那的确所以你看这个彩姐以前在百忙、千忙、万忙之中，然后把自己搞得有点小乱那后来呢，她靠静坐重新收敛她的心思，练习她心思使用的能力。那现在又活过来了，然后她现在也是活力满满我叫她彩姐有点不礼貌，因为头发我是白的，那我还叫她姐姐这样子。因为你是应该是少年白吧？对，儿童白儿童就白了。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柴智屏，我们的好朋友来跟我们分享。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